可能可以接受的吧？我跟你讲，我当最害怕的状况终于发生了，有人拿来切了，真的有人切，真的有人切了啦！咱们砍掉重练吧，来吧。哈哈哈哈哈！老板，这是你改的？我们当初是不是有做过一集？我们买了一套帕拉梅亚，第一套我们开模之前那一套。有。我是不是说全车要切？对，你记得吗？我记得。我们是不是不敢切？真的，就是车子必须要切成这个样子。在内部哦，它必须像我们讲割开后往外推，因为是铝合金的关系，所以通通都是补丁之后拉铆钉。有人拿来切了，但是当最害怕的状况终于发生了，没切好。终于发生了。对，我觉得哦，我先替店家讲话了，这真的是纠纷到底。出材料方的这一方订来了以后呢，想了很久，然后他们传的那资料给他，他就真的照做了。那个资料如果真的照做，你会很难收尾。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他做的怎么样呢？其实现在这个真的在解救他们的，因为后来盖其实勉强可以盖起来，可是缝真的超级大。我们先看上面来，我们先来看这边哈，这个缝你是不可能可以接受的吧？正常人都没办法接受这个缝吧，对不对？对，这是不可能的。他没办法完全做到平，补了一块铁片，把它屋顶做高，让它垫起来，看起来好像平。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来看这边补土的样子，这样就比较平了，就没有翘，就是这一段是加上来的。那这边其实会进水哦，这水进去就在这边流，流了之后它就会从这边开始锈，其实已经都开始龟裂了。他们应该在铁工在做的时候没有算到那个胶条的厚度，装回去就发现夹不起来了，因为这胶条很厚。这是装好了吗？下面那个？哪一个东西？这边吗？对啊。装好了。装好了啊？装好了。太扯了吧！如果真的接下来这样做，干到最后就是这样子。这边都不是原本该有的样子，这边都是被切过的。我可以保证这边更刺激。这个配件也都是一些自式化的配件哈，就是它内装螺丝通通外露。我也不知道谁付给谁，自己手工做出来。对，有裁切的痕迹啊，一些东西。这是副厂的这个后车厢，这后盖真的是971的真的原厂的后车厢，但是因为配件配不上，所以就开始用掰的，就会是一台很拼凑的一台车。其实这个胶条是不能切的，因为你一旦切了之后呢，它就会开始进水。所以我跟你保证这台车会进水，我保证。好，我们从那边看，这一看就知道会进水了，这怎么可能不进？对，这片墙应该是要拿来擦胶条的墙，这边有这么高的墙，其实从这边开始就被切了，这边墙应该要这么高才对，它才能够把这个插进去，理解吗？它就是因为盖不下来，所以他把这都削掉，它还是盖不下来，还是不会漂亮。那我们要怎么解救？这真的是砍掉重来的，重点是帮它修复，换过新的适合的后车厢，就是我们家研发的后车厢后保杆，然后来把它防水的问题一一解决。听说车主找了好几家了。对，其实他好像在南部找了3、4家店，看看有没有人收尾，蛮刺激的哦。讲这个地方为什么这边会这样，车台都切了，所以从这边的叶子板到这边的叶子板，全部都是用手工一片片烧出来的。我先讲哈，我们拍这视频不是要去攻击任何同行，其实如果你买材料的当下，你信了他们讲的话。就他们有些技巧没有真的老实讲，其实有些难度地方，而你没有注意到就变这样。我是要跟大家讲说，其实连同行都一样，买东西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他们讲的话，你真的也要先把施工过程看仔细一点。如果真的不行哦，千万不要做，店家也赔钱了，然后车主也不满意，没有个人愉快的啦，对不对？我也不愉快啊。我们平常装一台车3、5天就可以送烤漆了，对不对？现在这样。应该要搞个半个月、1个月了，不用多讲，我们先点货，把所有不对的东西，因为东西都丢光了，先把原厂缺的通通买回来，好不好？你是买新的还是买报废的？当然买报废的啊，我们从买拆车的咯，每一个保时捷、帕拉梅亚的零件，你随便买一个都是好几千，甚至有万的，这个都不能用啦。这边内装也要补回来啊，这胶条也都坏掉了，六角扣也是被切过坏掉的啦，多了内铁什么的。这个内装也是被切的乱七八糟，这一块，这内装从这边开始也被切，看得到吗？这边被切了，这边下面的内装，这里面的全部都要买过，才能还原到当初的无损。但是没有胶条是不能开车的，真的不行，光风切声跟进水你都没办法会接受的。那还是不行，算了，好，不重要了啊。好了，我们现在东西都订来了哦。原厂拆车的内装，大概清点过了哪些东西？我们先大概看一下哦。有小看这台胶条，这块买全新的都破万，开车这样全部可能才1万多块而已。哦，对，蛮便宜的，而且都是原厂的。现在先买回来，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把它拼凑出它的样子，开始把东西开始拆。
这一段是加上来的。那这边其实会进水哦，这边就开始秀水就流出来，所以这边最终就是要烂掉。哇！补出来的这些补土都敲掉了，内侧都已经生锈了，铁屑不会膨胀，所以最后外面还是会龟裂。它烧上去的这些铁片要先敲掉，因为我们的后车厢是无损的，所以我们要把它还原成最原始的车台。这边就被切掉了。哦，应该是要高的嘛。那我说这里面刺激果然是真的吧？来看一下，这一刀是被切过了以后，它把整个后面往后倒反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还原必须把这一刀再切开。这边的铆钉通通拆掉，这些铆钉都要拆掉，移出来之后它补的补丁嘛，这边都已经切得乱七八糟的了。这边防锈我们还要另外做，我可能没办法还原哦，这个上面看就知道。哦，这里面这样烧就是基本上我们都不要了啦，拉开来把这台车重新修复。好，大致就这样，开始。好，这次有挖开，我就说水会从这个洞进来。你看这里面现在你一挑开，里面已经比烂的了。这个再不理，马上就锈破掉。以后水就是直接整个往里面烂到内装里面去了，完全就是可能在海边的车都还不会这么惨。哦，这个都要抛掉了，这些东西都全部要再拆掉就好了。改出来的东西要全部敲掉，拆掉之后就会回到现在这个样子。再把这个东西推回去，这边做坏掉的也全部都要再切掉，再来还原啦。把缺掉的肉再通通补回来就行了。现在是这样，对，拆掉了，拆掉。搬过来，来，称称看。新的后车厢弄上去，车台也都大概冲突的部分也清干净，变形的部分我们也把它修回来了。剩下这铝合金车台，我们就是用玻璃纤维的方式去强化它，切掉这边，因为这边都被乱切嘛，所以这边新的车台我们有 copy 一块。哦，我们用这个原车1:1的去 copy 的，插那个胶条的，所以我们这样对回来了以后呢，这边有孔位开模的时候对到这个高度，对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回原本车身数据了。有没有看到这样？就平了是吗？当然还没那么简单了，还要装回内装，再来测内装跟它之间的间隙。用内装再来推估它固定方式，总之啊，反正说来话长，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方式把尺寸找回来。买回来的内装先装回来，因为内装这边装到以后，我们还要开始修这个外面这个灯的部分，一个一个把它慢慢修回来，然后再测试它跟这个后车厢的咬合会不会漏水，就这样。OK。好，我们现在车台修的差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现在是什么状况，因为马上就要把它上胶固定起来了。电动功能完全都没有问题。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这次换的开车的胶条，外面贴了这个纸胶带，就是为了方便到时候看它密合度有没有做漂亮。这个墙都是我们手工做出来的嘛，内装也都已经扣到还原了。现在是看这边是不是有洞，这个就是新旧车台的误差。这个里面打开是这样的，看一下是这样哦。这就是我们新做的车台，这个。那我们有调过适当高度，让它可以紧密，现在已经都调到漂亮了。我们来看一下密合的状况怎么样？好，我们把后箱盖起来吧。好，现在门吸下来这节也有。来，我们从镜头上面看，来看这边。现在在这个就是双面胶全线的密合度，看到了，全部都拉密了。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这边也是哦。好，然后开关也都正常。然后屋顶也没有再翘了，算是真正修好了啊。对，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我们正常的改装了，到一个程度了。我们现在只要把它的新的玻璃纤维的车架跟铝合金做一个完整的结合，防水防锈做好，这台车几乎就已经正式修回来了。OK。有吸住了，现在把保险调起来了，后盖换过了，对不对啊？对。保杆缝现在都调漂亮了，看到这边都平了，缝也出来了，全部都平了。现在接下来干嘛？这边的车架修出来，新的车架在这边看一下装起来大概什么感觉大概是这样的。有没有？有感觉了慢慢出来了，对不对？把这边的缝隙再调漂亮，这边的缝隙调漂亮，尾声了，修回来了，得救了。老板真的修好了耶！开玩笑，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样是不是非常完整？这边也没有破口，对不对？碰到胶条都漂亮完整，这个内装全部都勾回去，看真的都完全修好了。然后这边本来很糟的，我们都修回来了。哦，
对对对，来看一下，这个不是造假的哦，车架是不是有部分是玻璃纤维做的？它是会透光的，来看，这样看就知道我们真的是有做，有没有看会亮，对不对？看到透光了哦，这就是我们帮它施工的，但这个强度是非常好的，这个强度我们现在用压，整台车都会晃，已经没有强度需要担心了。但是防水所有都密合，我们影片看过了，对不对？对。那看看外部的密合度，那内装呢？那个烤完漆就会装了，反正我们等一下有一台一样看得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密合度哦，看到这都平了，对不对？缝也非常漂亮，尾灯之间的缝也是，这个也是平的，而且后盖本来这边是凸出来的，有没有印象？有，这已经修好，其实等着就看烤漆，其实做完就跟这个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这工法是一样的，其实内部也会是一样的。这里面以后烤完漆，这个地方本来是应该原厂，但是我们做回来，对不对？这边只要抓个土，烤个漆，其实基本上来讲，胶条、保杆缝啊这些，这也是我们之前改的。对，这是我们改的啊。你看这上面内装也是原装的内装，有没有看到？哇！所以你问我那个线，其实不用担心，因为这边都是无损装怀的。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案子呢，其实已经做好了哦。反正烤漆应该没什么好看的。这一集是一个帕拉梅拉的一个失败案例修复特辑，做到这边，谢谢大家观赏，谢谢。改车及制作影片不易，非常耗时耗工，续集请耐心等候。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谢谢您的观看与支持。